谁还在扔火龙果皮？教你个隐藏用法，下锅煮几分钟，效果超乎想象。学会了甚至能摆摊赚钱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菜味。火龙果皮的营养价值极高，食用它能让营养翻倍，对女性尤其有益，所以别再扔掉火龙果皮啦。准备一个干净的盆，放入火龙果，加入少许小苏打，再倒入足量清水，水量需要没过火龙果，轻轻搅拌至小苏打完全溶解，让火龙果在小苏打水中浸泡5分钟。小苏打沉弱碱性，能有效分解部分农药残留，同时软化表皮缝隙中的污垢。浸泡时间到后，用手轻轻搓洗火龙果表面，尤其要注意果皮鳞片缝隙和顶部的凹陷处，这2个部位凹凸不平，最容易藏污纳垢，甚至滋生细菌，残留虫卵，需反复搓洗。搓洗完成后，用流动的清水将火龙果表面的小苏打残留和脱落的污垢彻底冲净，直至手感光滑无黏腻感，这样火龙果皮就非常的干净，你可以很放心的使用了。将洗净的火龙果呢，先沿着纵向将其切成2半，再用刀在每半果肉上划出均匀的小格子，注意不要切透果皮，方便后续取出果肉单独食用或搭配其他食材。这时很多人会直接丢弃火龙果皮，其实它富含丰富的花青素，这是一种天然的有益成分，具有较强的抗氧化特性，有助于身体对抗自由基，还能为身体带来很多好处，比如帮助维持血管的良好状态，辅助改善身体循环，对关节灵活度和皮肤状态也有积极作用。尽管火龙果皮营养丰富，但直接食用口感粗糙，难以吞咽。接下来就为大家分享具体方法。将火龙果皮加工成口感佳、易接受的美味，充分利用其营养。去掉火龙果果肉后，将处理干净的火龙果皮平铺在案板上，用刀切成粗细均匀的粗条。切成粗条呢，能增大果皮与水的接触面积，让其中的营养成分更容易溶解到水中，提升提取效率。把切好的火龙果皮呢，直接放入无油无盐的干净锅中，倒入足量清水，水量以完全没过果皮为宜，一次加够，后续不要加水是最好的。开大火将水烧开，水沸腾后呢，转中火，保持微沸状态，继续煮10分钟左右。熬煮的核心呢，是通过适宜的温度，让果皮中的营养成分释放到水中，无需煮太久。长时间高温呢，会破坏部分营养，因此务必控制在10分钟左右，避免营养流失。时间到后关火，用漏勺或筷子将锅中的火龙果皮呢捞出丢弃。此时营养一大部分稀释到水中，果皮呢可不再保留。留下的熬煮水呢颜色鲜亮，这便是富含果皮营养的精华汁。火龙果皮熬出的精华汁吃法多样，推荐一下经典做法，兼顾口感与营养。将熬好的精华汁呢舀入杯中，若偏爱甜口，可待汁水温度降至60度以下后，也就是不烫嘴的温度，加入适量蜂蜜搅拌均匀即可饮用。注意哦，蜂蜜中的活性成分呢对高温敏感，水温过高呢会破坏其营养，务必等汁水降温后再添加。蜂蜜呢能提供有机酸等有益成分，与火龙果皮精华汁中的营养互补，口感清甜，也能更好的发挥食材益处。这杯饮品的核心优势来自火龙果皮中的关键营养，它对皮肤很友好，能帮助身体对抗外界环境带来的影响，对皮肤水润状态提供支持，有助于眼部相关组织的健康维护，对日常用眼和中老年人群的眼部养护呢有积极作用，能为血管健康提供助力，
帮助维持血管的良好状态，对身体循环系统有益。总之，火龙果皮的营养潜力值得挖掘，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，就能轻松享受其带来的多种好处。这里呢还有另外一种更美味的使用方法哦。先将之前煮好的火龙果皮精华汁，开中小火煮至微微沸腾，根据个人甜度偏好呢，加入适量的白糖或冰糖，口感呢会更温润。用勺子轻轻搅拌，直至糖完全溶解在汤汁中。取代白凉粉，具体根据汤汁量调整，参考包装说明，迅速倒入锅中，同时用工具快速均匀的搅拌。这一步是关键，必须及时搅拌，防止白凉粉遇热结块影响口感。持续搅拌1到2分钟，确保白凉粉完全溶解，看不到任何白色颗粒，呈现均匀的鲜亮色泽，即可停止搅拌。准备一个干净的托盘或碗，将煮好的液体缓慢倒入容器中。若想尽快成型，可将容器呢放在冰箱冷冻室冷藏约30分钟。当然也可以室温晾凉，不过所需要的时间呢有点长。直至液体完全凝固，我们用手轻轻试试，完全凝固后，将容器呢倒扣在案板上，轻轻拍打底部即可完全脱模。脱模后能看到果冻呈透亮的粉紫色，质地细腻有光泽，而且润润的、弹弹的，颜值超高。用刀将果冻切成大小均匀的方块或菱形块。一份自制的火龙果果冻就完成了，成品晶莹剔透，入口清爽滑嫩，咀嚼时带着淡淡的果香， Q 弹有弹性，完全不输市售果冻。市售果冻呢，为了口感和保质期，常会添加甜味剂、防腐剂、色素等成分，在家制作仅用火龙果汁、糖和白凉粉，无任何多余添加，给孩子吃也放心。食材成本低，甜度呢可以根据家人喜好调整，避免过甜增加身体负担。老人孩子都能吃，吃的时候呢可以淋上一勺冰镇酸奶，酸甜交织，口感层次更丰富，解暑解腻再合适不过。火龙果呢从里到外呢都是宝，所以呢别扔掉果皮，美味又满足，没有任何添加剂更放心，而且它是新鲜营养又美味的水果。最后是一道用火龙果皮制作的非常美味又特别的菜肴。洗完火龙果后，用刀把火龙果表面的鳞片都切掉，这样之后剥皮会更容易。然后呢，我们用削皮器削掉火龙果表面薄薄的一层皮。接下来切掉火龙果的两端。现在在火龙果上纵向切一刀，划破果皮即可。然后呢，用手从切口处呢把火龙果剥开。这时我们就可以得到完整的果皮和果肉啦。哇，太美味了吧！然后呢，我们把剥下来的皮呢放在案板上，把火龙果皮切成条状。切好后呢，把它们装进一个大碗里，加入一勺盐，倒入清水，搅拌使盐溶解。然后呢，把火龙果皮在稀释的盐水中浸泡大约8分钟。这样做的好处呢，是能尽快释放火龙果皮中的果胶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不用泡太久哦。把浸泡好的火龙果皮捞出来，沥干水分，然后呢，用清水冲洗一下。再用手轻轻挤掉多余的水分，把火龙果皮放在一个大碗里。现在我们准备一些香菜，切成小段。当然，我们也可以准备一些生菜、黄瓜丝或者是辣椒加进去，根据个人口味调整，让这道菜呢更美味。把香菜和火龙果放在一起，
然后呢加一小勺盐，2勺醋，醋能显著增加火龙果皮的韧性，因为醋富含抗氧化剂，有助于促进新陈代谢，减少脂肪堆积，有助于健康减肥。搅拌均匀呢就可以吃啦。拌匀后的火龙果皮呢口感十分独特，表皮部分呢带着微微的脆感，咀嚼时能尝到清新的果香，而贴近果肉的内侧则保留一丝软嫩，不会有生啃时的粗糙感，脆嫩交织的口感呢很有层次，吃起来清爽解腻，没有负担，当做开胃小菜或解腻配菜都很合适。这样吃火龙果皮对身体很有好处，我以前都不知道火龙果皮这么有益处呢。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啦，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火龙果皮的创意吃法，或者在制作过程中遇到了问题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交流。觉得这个方法实用有趣的话，别忘了点赞支持一下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朋友呢，记得点个关注，这样呢就不会错过下期的实用小技巧啦。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，我是瑶瑶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